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近来接二连三推出的法案行政令，也让韩国进一步认清美国真面目。上周一，拜登再次签署一项美国制造行政命令——生物科技新令，以促进在美国本土研发和制造生物制品。这是继芯片法案后，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针对中国的又一举动。该行政令一出，韩国外交部立即表示，美国政府的相关举措或将对韩国企业造成影响。分析指，拜登政府强调在美生产，韩国生物医药品的制造外包或研制外包产业可能会由此萎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目前三星生物制剂在韩国生产莫德纳新冠疫苗 ，SK 生物科技在韩国生产 Novavax 新冠疫苗。如果跨国制药公司撤销在韩国的生产基地建设，将成为不利因素。在此之前，拜登还签署通胀削减法案。虽然拜登将之评价为美国的胜利，然而在利好美国本土企业的同时，却也会让境外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遭遇巨大的贸易壁垒。韩国汽车产业就是受损方。韩国电动汽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约为9%，排名第2，仅次于特斯拉。也因此，韩国企业对拜登签署这项法案的反应最为激烈。韩国首尔经济评论称，就在韩国政府沉醉于韩美价值同盟的美好词汇时，美国则彻底维护本国利益。现在到了韩国政府和企业刻骨铭心这一教训的时候了。韩民族日报则称，美国在韩国背后插上了一刀。通胀削减法案让韩国感受到背叛，没有去从他的盟邦日本或韩国的利益来着想，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在这一方面是要搞多边合作，但是大家没有看到你照顾到你的好朋友的利益而是为了你自己利益出发，当然会很难美国大张旗鼓的要搞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但早前盛传要在8月底9月初举行的首个预备会，至今没动静。那么您认为这其中有何玄机呢？芯片同盟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媒体讨论的焦点，但是从这件事情的时间线来看呢，多少有些反复，也有些一厢情愿。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件事情不重要。首先呢，芯片联盟传递出来的最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焦点就是技术竞争，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战略技术竞争。半导体芯片已经成为重中之重了。至少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就像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主要是打贸易战，拜登政府就是要在战略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这个态势是非常非常的明确。从政治或者战略的角度来说呢，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只有将已经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切割开来，边界化，形成不同的阵营。这样，美国才能够调动本国和盟国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这是芯片联盟的战略意图。问题就在于芯片联盟的战略意图和手段与这一产业自身的逻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中国和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本身呢，同属一个产业链体系内的主体。中国是全球主要的芯片市场，无论美国、韩国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很多企业的主要的市场呢，就是在中国。可以说，芯片联盟是政治和战略的产物，要真正变成现实呢，还有很大的障碍。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战略构想，那必然会造成外交和战略的变动。美国展开芯片外交，中国呢也会大力维持供应链的稳定。第二个就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内在的韧性。美国政府如何说服企业去舍弃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服务于美国政府或者说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第三就是技术创新是在一个开放体系之下进行的，芯片联盟的封闭性必然会导致技术创新的停滞，各方呢会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